这个。我们还点了B，巨隐秘，它是好可爱。我老板还给。Hello 啊，大家欢迎收看这一集，我是去成都找朋友玩的 vlog。今天早上起来就特别饿，所以赶航班前先来买个早餐，但只买了一个汉堡，因为感觉有点拎不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的家门都在特别尾那边，走得好累。这家汉堡加的那个酱蛮好吃。话说这是我第一次吃 Shake Shack， 之前根本没有时间吃，今天刚好路过碰到了，我就买。我没想到我第一次吃 Shake Shack 是在机场里面吃 Shake Shack， 它其实有一点冷掉了，因为刚刚我的闸门超远，然后我走了超长的一段路，然后我的汉堡冷掉了，但是蛮好吃的。这整趟旅程其实也安排的挺匆忙的，我其实是前2天才确定要来这一趟成都，然后我前2天订机票、酒店的收拾行李什么的，我连行程根本都没安排，所以这一次可能比较少去景点玩，然后比较多的时间会和朋友一起吃饭。如果实在是要问我这次来有什么想要必做的东西的话，我应该会说我超想要吃他们的奶皮子糖葫芦，在抖音一直刷到，但是马来西亚很少卖糖葫芦。然后这一次如果在成都有遇见的话，我就要试一试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吃。吃完早饭就登机啦，然后依旧是飞4-5个小时。每一次要飞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总是休息不好，但这一次没睡多久，中途就起来了。也有可能这一次是自己一个人出国找朋友玩，加上成都是我第一个拍旅游 vlog 的城市，时隔2年回来，感觉真的挺不一样的。落地成都啦！刚刚落地还出了大太阳，真的好幸运。因为来之前晚上还有朋友都在说让我带多一点衣服，而成都有半个月的时间都一直在刮很大的风，可是我到的第1天就出大太阳了，真好。浅浅的填个入境表，顺利入境。而这次的话呢，有提前跟酒店喊司机接送服务，自己一个人的话就不至于这么狼狈。和朋友约好是下午碰的面，所以先去酒店放个行李。然后今天的阳光真的是很明媚，所以整个人的心情就是很漂亮。谢谢。到我酒店啦！这一次我住的酒店呢是这个。我成功办理入住我的酒店啦！这次我住的酒店呢是全季酒店，然后他们好像也蛮多分店的。我住的这一家呢在太古里中心店，所以我这个酒店的地理位置挺好的，我只要一下去就可以直接在太古里还有春熙路那一区直接挂。把我的行李放在这里，然后呢，给你们看看，这个是我的门，进来的时候呢，它的空间其实不会说特别大，但还是蛮温馨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超大的电视，我感觉可以直接躺在这边吃外卖看电视。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桌子，我应该会就是在那边化妆呀什么的。左边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水吧台，这边可以放置一些行李的东西，你的衣服之类的。然后呢，这边还可以挂你的衣服，这个应该是厕所了吧？它厕所很干净，而且它的镜子超大。关起门来给你们看，哇，镜子超大的，很好我喜欢镜子很大的酒店。然后呢，洗手台很多操作空间，我可以放我的洗漱用品、护肤品什么的也有空间。然后马桶跟洗澡的地方还有一个 shower screen， 就可以干湿分离，很好。刚刚我办理入住的时候，那个前台还和我说提早给我打预防，就说你的房间可能就是有点小哦。我就说没关系啊，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住啊。可是我进来看见还蛮不错的，很温馨，我很喜欢。我刚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换了一个衣服，然后现在呢打算去见我朋友啦。他已经到我酒店大堂楼下了，然后我们打算一起去吃个饭。哇塞，我朋友给我带了水果，还有这个固体的杨枝甘露。好
好看，也超大。我们吃得完吗？因为这一次是和朋友第一次线下见面嘛，然后我们和他妈妈3个人就在大堂里面，一边就是水果，一边聊天，聊了超久。我们还想说晚上到成都第一天要去吃火锅，但是如果吃多了反而不太饿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出去逛逛。天暗啦，我们现在出门，然后我们打算步行到春熙路看看有没有我想找的那个糖葫芦，因为我真的很想吃。然后我的朋友打算带我去找找看，我希望春熙路应该有吧。刚我们就是在那个圣诞树那边拍照，然后有一群就是让我们去给他们拍了之后，还给我跟我朋友拍了一张拍立得。那个男的还巨高，我在他隔壁好像一个小孩一样，然后他一口一个帮我拍照一下嘛，姐妹帮我拍一下嘛，闺蜜你好美，就是使劲夸我们，知道吗？魔法师，你在吸我的氧气吗？你不要电我！你知道在抖音上摩擦了之后，还要拍那个电吗？我不敢，我怕你电我。我给你拍了。OK。我们在春熙路走的时候，发现突然有一堆人在里面买这个锅盔，然后他那边显示来成都不吃锅盔相当于没来过。然后我问我朋友锅盔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我又不是什么人。它中间是这种有点辣的调味，他老板说他有卖的是猪肉跟牛肉的，然后我们点的是牛肉的，牛肉的是有一点点辣，但我吃起来感觉一点都不辣，外面是比较那种酥脆的，就是一个很好吃的烤饼。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叫锅盔，它吃起来甚至有一点点像极品盒，而且我感觉它调味也很像，而且还是做的蛮厚的。我们一路逛了之后，到现在还没找到我的奶皮子，照片倒是拍了蛮多的。结果一说完就遇到了卖糖葫芦的档口，种类挺多的，但是有奶皮子的好像只有青提夹心才有。它看起来好像就很好吃的感觉。它好好吃，还有很浓的芝士味。其实我还是不是很明白那个奶皮子到底是什么。这边我说错了，其实青提里面加的是那种比较干巴的酸奶，吃下去挺浓郁的，所以我一开始以为是芝士的馅料，然后配上青提整个清甜的味道，一口咬下去超好吃。它那个奶皮子感觉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感觉像是那种你知道那种芝士压的扁扁的，然后煎的脆脆的那种口感，就是那种口感。而且它的糖衣裹的也很好吃，但这一串要20元，不便宜。我们吃完甜的，现在我们要去吃辣的。我朋友说他朋友给他推了一家成都很好吃的火锅，是不是真的很好吃？我们去看看。虽然平时我是麻酱脑袋，但是吃牛油锅必须吃油碟。2号庙来坐。微辣，真的假的？这家火锅店其实我们在外面排的时间还挺长的，而且在排队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他们的锅底很香。虽然我们点的是微辣，但是那个辣度确实有点顶啊。这家辣椒牛肉吃起来辣椒味超足，然后外面一直在吹冷风，我们就在里面一直刷肉吃，就很爽。而且他们虾滑很好吃，就这个光糖心动。他们的肥牛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可能是一整天都没有吃到整餐，所以感觉就是特别饿。油滋滋的肥牛，我感觉它的口感有一点点像牛腩，好香。这筷子好长啊，一点都不好用，好像是你烫到手。你是不是全夹给我了？你就不用吃。你这小心机想得很细啊！干杯！给你们看一下，我天气冷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这个精华，还有 Kiehl's 的保湿面霜，薄薄的上一层。
保湿面霜是一定要的。像昨天晚上出门吃火锅的时候，一路上煮逛逛都在一直吹风，所以脸就会很容易拔干，所以一定要做好保湿，不然我这种大干皮会非常的难受。我今天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自热空调背刺我，我觉得晚上睡前是超热的，但是我刚刚起床是超冷，然后我现在要赶紧调高它。已经调很高了，可是我现在整个房间都是冰冰冷冷的，我感觉我已经有点小感冒了。哒哒，我准备好啦！我给我自己先盘了一个花猫头，然后呢，今天穿的是这种搭蕾丝边的褐色毛衣，然后下半身还搭了一个牛仔裤。待会我们就要出门去吃 brunch 了，然后那边可能很好拍照。我就好想我今天绑的这发型好适合我。现在等我的朋友化妆，然后呢，我们就去吃 brunch。我们硬是磨蹭了2个小时才出门。原本我们要吃的地方很远，但是我们太饿了，现在我们就去我们酒店附近吃 brunch。手机上显示是走路5分钟就能到了，还挺近的。这边是菜餐厅啊。你这个占据了电梯的大部分的位置，你有点大呢。大哥先请。请了你。请大哥。我要走啦。好，再见。昨晚本来想说早点出来吃早饭，但是没想到磨蹭出来已经中午1点了。顺便给你们看看我和周助理身高差这一方面，看完我身边一站超有安全感的。水果啊，好吃的很，又糯又甜。甜的吗？不好吃的很，营养好的很。它的籽能吞吗？能吃啊，水果。那个嘞？黑老虎，这个营养也好，吃1米81米。是熟了吗？都熟的，再搬出来就吃。啊，直接吃？对，这用洗吗？也不用剥皮？什么都买。买来试一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真的没有看过这是什么水果，老板说很好吃。我在哪儿都没看过这个水果。你也没看过？没看到过。没看过。但是也是水果，你吃。野生水果。要营养好的很。结果买完发现这边有一个更大的水果摊。我们一路来到好多边边都是卖火锅的，然后超香。可是我们昨天已经吃火锅了。Jenny 给我们找了一家韩式融合菜餐厅，它巨隐秘，它是藏在那种很地道，然后两边都有火锅店的那种街道，然后拐入了一个小道之后，它店面也很大。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一开始我还闻到了非常香的泡菜锅味。它店内装饰很好看，因为它这边是类似有点点 glass house 的。虽然是韩餐，但毕竟是融合菜系，所以口味还是偏甜一点点，没有这么辣。但餐厅的每一个角落真的很好看，尤其是中间划分出一个区域，中午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真的很好看。天太冷了，我们想要喝个汤。来吧，讲10点，点了个前菜烤脆面包配沙拉，韩式炒鸡肉，还有类似一种糖醋排骨的肉，辣白菜奶油意面，还有辣炒年糕。Jenny 给我涂了这个配面包一起吃的。天不是很冷吗？我们还点了一个排骨粉丝汤，还有饭，估计能泡汤喝。是不是？哇塞哇塞！没想到那个面包配上牛油果酱还有沙拉一起吃，超绝配。辣炒鸡也好吃，汤里的大骨头加了胡椒粒，感觉更香了。属于完全就是吃了一顿韩式漂亮菜。我们刚吃完饭，然后让那个服务员帮我们收一下桌子，然后我们想要吃一下我们刚刚在路上买的水果。这看起来真的很像玉米，当代年轻人的现状。遇到什么不懂的就 ChatGPT 一下。他说是木通8月瓜，为什么不叫9月？因为他8月首吧。哇哦，突破盲点，真的有可能哎！现在都11月了。它外皮看起来真的很像玉树树，白色玉树树，它里面是长这样的。哦，这是它的籽，直接吃，是软的吗？啊，它好像是软的。那看起来很像那个瓜娃。我先吃，好，我先吃。但它那个籽好多，然后很大。它籽能吃，他说能吃啊。
它吃起来很像那个啥，那石榴，你有吃过释迦果吗？绿色的，绿色，然后就是它里面就长这个样子。对，它外形是对，外形有点这样，外形是这样，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子。对，就那个有点像那个味道。那你们叫什么？释迦果，石榴。你们叫石榴？那你们真正的石榴它就是叫什么石榴的一种，我们瓜娃叫番石榴。不是瓜娃，它这个籽没那么好吃，然后那个籽是不能吃的，它是有一点有一点苦奶香的那种。对，它籽是苦的。你建议它籽真的能吃？我感觉它籽不能吃。我觉得能吃，只是不好吃。对不起，我要把它籽吐掉，它咀嚼下去是苦的。嗯，问题是现在我的嘴巴里全是苦味，这个它是叫什么黑老虎？这很像那个 One Piece 的恶魔果实。掰了直接吃，他说。它有味道啊，反正好像在咬花。清甜咱们吃一些正常一点的水果行吗？但就是这么没吃过，你不觉得就很好玩吗？好玩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它吐出来的籽超像我的猫吃的那个干粮。它没有什么地方能吃啊。推荐你们吃。这奇怪感觉不能只有我们吃。我对水果的定义是那种吃起来要有水，还能加成汁，又是甜甜的。可以加一点汁吗？这个好吃，但是不能吃籽。我咬了它的水果籽，我口味全是苦的。吞进去会便秘吗？不会吧？可能你拉粑粑就从此。我第一次来成都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过这两个水果。我之前也没有见过。你看我俩这身高，你还得低个头。你看你的胯在我的肚子上，那我们要近点。OK， 那就看不出来了。吃完出来，我们又到太古里这边，因为我在小红书看到这边好像有那个星星人冰淇淋的快闪店，然后我就想说来这边能不能买到，因为反正在我们在还吃饭的餐厅很靠近。好，现在拆开我们的星星人冰淇淋2卡，可以换到这个。谢谢。贴贴，碰碰额头，亲亲脸蛋，抱一抱，我们是谢谢最好的朋友。谢谢。哦，好可爱。超可爱。超漂亮的，好吃吗？可以。它是芒果口味是吧？你是笨蛋 ，Helps 笨蛋，我们是笨蛋 ，Double 笨蛋。它是芒果口味的，我一直以来以为它是香蕉口味，它好吃。现在呢，我要去太古里的一间 CCD 店看有没有好看的 CCD，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呢，就会收一台。我就担心他们会把那个价格炒得很高。不是，好朋友你怎么融了？好朋友，我为什么还是这么萌的样子？你变成我们不是还要贴脸吗？你怎么你脸呢？我没脑袋了，变了。先说一下为什么突然想买 CCD。一般我想要拍照很想有玩感的话，真的很靠大太阳。但是毕竟旅游有的时候天气这种东西说不准。然后我就莫名刷到很多博主都在推大阴天用 CCD 拍照就会很出片。然后刷到了之后呢，自己又想要买了。但我这个人特别懒，就是完全不想要调设定，但还是在网上搜了几台，就是可能我想要的。然后在线下测试机子直出的效果是怎么样。然后我让小哥哥给我拿了几台测试一下，就是室内室外光线不一样的地方都拍了几张。现在小哥哥给我调出来刚刚拍的，我看看成片是怎么样。刚刚就是简单的试了一下，因为我原本的需求就是有的时候出去拍外景的时候，就是没有出大太阳的时候，感觉用手机拍照会很灰嘛。然后买相机的话，我又不太会调设定，所以我就想买一个 CCD。然后这是刚刚那个小哥哥给我试的2台机子的那个颜色，我感觉挺好的，但是唯一缺点就是现在市场价把 CCD 炒得太贵了。然后我原本就是想找稍微平价一点点，因为我感觉我不太常用相机去拍照，然后我一般用手机拍比较多，基本上手机能满足我的需求就已经很多了，所以就有点可惜没有买到合适的 CCD。后面小哥哥也有跟我讲，其实 CCD 这种东西使用寿命都不太长久，最主要也是因为市场价炒得太高了，感觉性价比也不高，所以当下我是有点被劝退了。后面还去看了衣服，因为晚上想要去蹦迪，但是反而被他家暴走吸引了注意力。其实这2条我们根本没有走很远，但是当代脆皮年轻人就是我和周助理每走一段路就一直在被唉声叹气，然后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直接跑去预约按摩。这2只猫真的很活泼，从外面打架打到猫砂盆里面还在打。按摩店的底下有一个小吃街，而在成都 City Walk 的情况下，就是你每走一段路就会闻到各种不同香味的辣椒扑鼻而来。然后当下天气又冷，馋虫一下就被勾出来。然后这个老板极力推荐他自己弄的辣椒粉，配上这个泡脚凤爪是很好吃的。然后我们早脚补助就买了1碗来
吃，结果真的很好吃，好多的辣椒面。我们3个人一直在吸鼻涕，不确定是被冷到的还是被那个泡脚凤爪辣到的。这家按摩馆也是在网上随便找哪里离得近就去哪里，这几天的行程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店员看我们一直在洗鼻涕，就给我们拿了一些养生菜。身子回暖了一些之后呢，我又继续吃了。我感觉我这死嘴就是一刻都不能再停，一直在嚼。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冷天的话就胃口特别的好，但我吃不出是什么馅料了。换好衣服啦，然后待会的话，我选的是就是针对一个部位去推拿的，因为我的腰太疼了。他们这边好像是类似，就是3个人一个房间，就很好。我按完了，一身轻。我觉得男技师按得太好了，按得我超酸爽。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 ？The greatest 什么来着？没关系，你记不了没关系，我已经把你这个神奇的一幕他们给的这个沙包还热热的，敷着挺舒服。他们还给我们送了一盘水果、小点心什么的，它被你分尸了。我觉得它这绿豆糕挺好吃的，就不甜，它的那个绿豆香很香，然后它又不是那种浓郁的绿豆的馅料。回来酒店换了一身衣服，我们现在打算去离我酒店蛮靠近的一个夜店蹦迪去。然后呢，我还没有在中国蹦过迪，就是拉我一起去尝试一下。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凌晨12点，夜店外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在排队。然后我们2个人巨搞笑，因为一个是酒精过敏，一个是刚闭完需要戒口，都不能碰酒精。因为我听说成都夜店很好玩，我们原本想要找一个有舞池，但是没有想到这家夜店是没有舞池，全是卡座。恰好我们是2个女生不喝酒，所以我们就只能拼桌，但是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摇花手是怎么样的。本人体验了一下，感觉还是蛮新奇的哦。我们只待了2个小时就出来了，然后街边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然后我朋友说，我们去吃串串，就说走就走。在这种夜深人静蹦完迪，和好朋友一起去吃夜宵的感觉真的很爽。但是凌晨2点的成都太冷了，连店里的板凳都是冰的。我要土豆。香。鸡脚筋是什么？鸡脚筋好好吃。刚在夜店感觉也没有待多久就出来了，因为灯光音乐实在是太炸了，但是整体氛围还是挺嗨的。要是和朋友一起玩的话，感觉会更嗨。宵夜来吃串串啦！刚刚进来的时候闻着挺香的。今天我们点的酒辣，拿了一个超大的袋子，然后把我们的羽绒服全装里面。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味道就不会沾到我的衣服上。话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成都凌晨吃串串，但味道感觉和火锅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他们是把食材串在一个小串子上面，也就是给自己搞了一个油碟。主要是在成都这边不吃油碟的话，我感觉隔天就会窜稀。长的鸡爪子，不知道是我们太饿了，还是在这种冷冷的凌晨里面撸串子，感觉比昨天吃的火锅还要香，是怎么回事？鸡脚筋泡在这种牛油锅里面咕咚咕咚煮，真的很香。左边咬一口毛肚，右边嗦一下鸡酒，感觉人生超圆满的。感觉串串和火锅2个都蛮香的，但是串串没有火锅辣，而且和火锅比起来，串串吃香会稍微埋汰一点，它红油滴的到处都是。整体吃下来，我很爱他们的香菜牛肉，就是每次煮的时候就粘在串子上面，很难拿下来。Good morning， 现在挺晚的了，因为我们起得很晚，中午2点45，快3点了。我们今天起太晚了，因为昨天晚上蹦完迪，吃完串串，回到酒店已经凌晨5点了，所以我们都很累。然后呢，我们就今天睡得比较晚一点。但是呢，我的快递到了，所以我想说来开一下。
哒哒，其实我买的也不多，我买了这个SanDisk的内存卡，我买的是128GB 的，因为我觉得128比较适合我。这次来成都我没有带到我的那个 hard disk， 通常我旅游 vlog 的话，我看完素材我到酒店我都会导我的素材去 hard disk 嘛，但是这次我没带到，所以我就买多了一个内存卡。然后手机壳的话是之前拍摄的时候不小心摔了，然后它其实摔的也挺严重，然后我就很心疼，我就想说给他买个手机壳盖一下。而且我这次买的手机壳是有带这种链子可以套着，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我出去拍 vlog 的话，拿手机拍照什么的就很不方便，要一直在包里去找手机。而且它这个是珍珠还有一个钻石的设计的一个钥匙扣。它这边还是有带这种银色的那种流感的感觉，然后印花的是那种黑色还有银色的猫猫，很可爱。另外给你们看一下我对海底捞的爱，我基本上去旅游真的都会一直在包包里面揣着它们，这是我辛辛苦苦囤的，它就很好用，你知道吗？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手会碰过什么东西就很脏，这种东西就可以擦你的墨镜啊、眼镜啊，还有那个手机屏幕什么的，而且都是那种酒精的，就很好。我们中午准备好啦，我们现在打算出去吃饭，太饿了。我们今天真的是起得很晚，现在已经3点了，我们还在酒店。好，出门。咕咕咕咕。因为今天从酒店出发去挺晚了，所以我们直接打车到我们的餐厅。而且成都今天大降温，一直在刮风，天还阴阴的，都没有怎么出大太阳。我们找了这家有点带赫本小法式厨房餐厅，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除去本地餐馆，我觉得成都还是蛮多这种不同风格适合姐妹来拍照打卡吃饭的地方。这里还有小隔间，然后呢，这边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窗外。他们这种2人桌的桌子也打扮的超温馨。如果你想要稍微大一点的空间，它这边里面有稍微大一点的桌子，然后呢，这边全面整墙的装饰都超法式。我很喜欢这种小餐桌隔壁有这种窗口，然后窗口这还有很多这种挂饰，感觉就很 ins 感。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部位，因为我们是从大门进来的时候，左边就有这种，就是你和姐妹逛街累了，然后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在这边坐着喝一些下午茶呀，然后吃一些小蛋糕什么的，超好看。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还穿了同色系的衣服，真的好幸运。而且它有很多小角落就有这种设计的小巧思，比如这个墙壁塞了一个南瓜在椅子上面。我们来的时候刚好碰上他们的午休，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猛猛的拍照，拍完了之后就能吃到热乎乎的菜，就很爽。而且我们上菜后颜色饱和度超高，有一点像游戏里面会跑出来的食物。我们的第一餐奶油意大利面，上面有皮革，然后这是烤鸡，它烤鸡上着好香好香，还有他们主推的沙拉，还有这个薯条拼盘，先吃薯条。我感觉这几天在成都吃的没有一个是踩雷的，基本上都很对我的胃口。而且晚上饭点时间，这家餐厅蛮多客人来吃的。我看它在大众点评上评分还挺高。傍晚的时候还有看到有人找 cos 委托一起来这个餐厅吃饭，感觉更融入这整个餐厅氛围了。奶油意面还有主题沙拉都很好吃。烤鸡还有送个辣酱，我先吃没有蘸酱的。哇，好好吃！它上面好像挤了一些青柠汁，然后还有那种四川的那种辣椒面，但不是那种特别麻味、特别重的。它表皮烤得好脆，蘸个酱，看起来很像那种泰式辣酱的感觉，偏甜口的，它好脆啊，感觉很像那种枇杷鸡。我们刚吃完饭，然后现在看看去附近哪里可以唱 KTV。成都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你们竟然能一边吃火锅一边唱歌，天哪，看起来还挺丰盛的。所以吃完饭又马不停蹄的去唱歌。哎呀，没有办法，和朋友离得远，难得见上面，感觉什么都想和对方一起做。我们又找了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已经开始逐渐爱上这种没有任何规划的旅游行程了。我们到了这 KTV， 还有单独的卫生间。而且3小时真的好便宜 ，Oh my god！ 不知道你们去 KTV 都喜欢唱什么歌，但我和朋友2个人临阵起手，直接唱 emo 歌，好吧？不 emo 的完全不点，主打一个撕心裂肺。而且我们2个戏特别多，但是因为怕有版权问题，所以我只给你们放一些小小的片段。
2个人在那边喊了3个小时，结果就是从2个小甜心变成小苦瓜，然后顶着寒哑的嗓子回村西路买麻辣兔头。毕竟唱完歌出来就很晚了，所以我们决定顺带买一些小吃回酒店点外卖一起吃。我们要3个1人1个。不得不说，晚上的成都的街道真的超好逛，街边每次都会飘来香香食物的感觉，然后店面都是那种大红灯，然后菜全部摆出来，就很吸引人。这夹的是什么？板栗的。就能买1个吗？还是得？我赠你1个。啊，真的吗？20条我赠你1个。有，最后一串被我买了，不好意思。可能要关店了，最后一个的青提奶皮子被我买到了，我老板还给我送了这个板栗的，最后一串被我买了。猪肉好吃？没有啊，我猪肉还没吃，我尝一下，我感觉都一样的味道。牛肉的。我还以为这个是猪肉。我们第1天还嫌弃这个锅盔，结果真的是真香现场。救命啊！为什么有人在这边吃独食啊？干嘛？放下，快点！你过来，兔头全骨头，我全吃完了，你过来。这是我们刚刚在春熙路买的兔腿，麻辣兔头、兔腿，还有我的这个奶皮子。怎么了？喂，他们遇见了。哦，我们点的外卖有点多。啊，你好，兄弟，对不起，挡着你了。干杯！我们的宵夜，大家，我还点了蛋糕、甜品、披萨，然后肯德基，好吃，好香。我们的披萨点的还是双拼口味，一半芝士，一个是豪华版，什么料都加了。它这里面甜的。这一栋啊，家人们真的超爽，在床上吃外卖，然后旁边有好朋友，然后还一起在看综艺，超舒服。